60秒。哦，哎，老婆，你知道吗？有很多明星啊，他们都会为他们所重视的身体部位投保，而且那些保额都大到吓死人呢。很平常啊，很多歌手都为他们的嗓子投保啊，就像那个 Celine Dion。哎，那是2个人吧 Yeah, Celine and Dion。哎，对，我也是需要哎，你知道吗？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的那些粉丝啊，他们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就说哇，非常的迷人，太好听了。我讲的是真正的歌手，好像啊，那个足球明星贝克汉，他就是为他的双腿投下了100万巨额投保。哎，对，我去踢足球的时候，我的那些朋友他们也是这么说，我的英姿呢就像贝克汉。我指的是贝克汉，哈，你是流浪汉。那我哎，对，为我的牙齿买保险。你看我这牙齿，多白啊，多整齐啊，就好像 Julia Roberts 那样，她也是为她的牙齿买保险啊。你看她的笑容多迷人。人家是笑容，你是笑话。到我。哎，对了，为我自己的腹肌买保险。哎，那对了。我鸡什么鸡？哎，你不要这样好不好？猫腹肌。哎，你现在这样躺下来就对了，那个肚子这样凹上来哈，真的很猫腹肌的秀呢。哎，那你很没有礼貌哎。老公，我只是不要你太自我感觉良好，我是为了你好，因为我们赚钱很辛苦，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浪费钱。我不管，反正总有一天我一定会练出我的6个腹肌。祝你好运。大家有没有买保险？有买。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智慧要去买保险？因为从小就会买一些像school accidental 的那种保险，然后就开始觉得说要逼自己就是存一笔钱去cultivate 这个 habit， 因为如果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你不去 develop 这种危机感，你以后你有更多钱的时候，你会花更多。不仅是要去就是买保险，你自己也要有一像是保险金啦。那么其他朋友呢？帮朋友，对，帮我知道餐朋友，你朋友是卖保险的，对，所以也是要感谢他啦，所以我就不小心有那个买保险来当成一个存款，那所以你是买什么样的保险呢？就有储蓄性质的，就是你要等到可能50多岁才可以拿比较多钱出来这样子。我就跟好像维尼好珍一样啦，买医疗保险，然后那个 accidental insurance 也是跟伟明一样，是说帮朋友啦 hit 他的 quota。大家都是帮朋友哎，真好。我2年之后呢，有一个意外，我从楼梯摔下来，就是有 3 stitches 啊，在我的 forehead。其实我心里啦小高兴，是因为你去了医院，然后像有英俊的医生帮你缝针之后，他跌倒了，他还很高兴呢，Cecilia。对，因为保险公司会 cover 嘛，cover 了，然后你又赚了一个 profit， 你又有 eye candy， 你又赚了一个 profit， 然后说OK， 这一摔，其实我要感谢我朋友了。有没有 Renatus 有没有买保险？父母买给我，因为我还太年轻嘛。但是我知道长大后我也自己买自己的保险了。他们买什么保险你知道吗？健康的啦，生活的。OK。其他朋友呢？职业的关系吧，因为我是医疗业的，所以我就是看到很多会进医院啊、住院费啊，然后接下来的你要就是 follow up， 要去看医生什么什么的。哎，是不是哈？就是越年轻买这个健康保险越便宜，对不对？对哈。要25岁以前买，我知道的是25岁以前买跟35岁以前买。25岁以前买，35岁以前买，那45岁就算了。不是，完蛋了。没有了。我想问一句，是不是有一些行业会特别难买到保险？还是可以买得到，比较贵，我知道。我太太是空服员啊，所以她还是有买得到。因为我是 IT 的，就是在包的，所以那时候我买保险的时候，他们有问你是在包的，还是要继续跑修的？跑修的会比较贵。
然后再烧的就很便宜，这是我知道的。老婆啊，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要把你的这对 headlights 从 A cup 变成什么 D cup？ 25年前你刚刚认识我的时候，你说很小巧玲珑，很 cute 啊。25年后你嫌弃它很小吗？没有，我哪里敢嫌弃，对不对？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吗？你有考虑过要去丰胸？我只是觉得说，如果你稍微丰满一点的话，穿上衣服就会很好看，就好像 supermodel。我是有说过，但是隆胸很痛的，很贵的，很多钱。哎呀，你不是有买医疗保险吗？可以 claim 的吗？你这个假达人真的是假的嘞！隆胸是不可以有保险的。不可以 claim 啊？很可惜耶，真的不能 claim 啊？可以可以 claim。如果你整天叫我去隆胸，然后我很生气，把你的嘴巴撕烂，你住医院就可以 claim。如果你整天去混夜店混卡拉 OK 到处跑我把你的腿打断，你住医院可以 claim。如果你偷吃，我把你那个检查，你住医院也可以 claim， 都可以 claim。最都妇人心啊！ Come on, folk, let your body move to the music. Hey, hey, hey. Come on, folk, let your body go with the flow. 嗨，大家好，我是 Chris 家乐导师。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我在保险界呢20多年的一些心得，在做个人财务规划、理财那方面呢，如何善用保险这项工具。那我相信正在看视频的朋友们，你们都应该有了好几份保险吧？譬如定期保啦，就是人寿保啦，或者是疾病保、医药保、储蓄保跟投资保等等的。那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呢，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哪一些保险，哪些是不需要的呢？我们一起来讨论吧。那我建议大家呢，千万不要以保险种类跟产品作为中心。我建议大家呢，以财务规划的5大目标作为出发点。什么是5大目标呢？我们一一来讨论。那首先是保障，第2是储蓄，第3是增值，第4是保值，还有第5呢就是传承。那记得了啊，养生要趁早，到老就没烦恼啊！这个，我在做直播的，不是，隔壁的老王突然走了啊！刚才我们就说预防胜于治疗哈，记得了啊，快点下单，下次直播再见了啊！拜拜。怎么就这样走了？怪不得我最近都没有看到他嘞。很突然，你看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抽烟喝酒，他每天早上去公园散步，他很健康的，就这么的走了。真的是很奇怪啊！那他老婆孩子不是很惨，他老婆没有工作嘞。不知道，听说好像留下一大笔保险赔偿金。保险赔偿金，那不错啊，那至少生活上就不成问题了，对不对啊？是吗？老公，你有没有买保险？有，我有帮你买保险。就是如果你切菜切断了手指啊，或者是出国旅行啊，旅行箱不见啊，或者是走在马路上被车撞死啊，全部通通都有的赔。老公，你对我真好。当然了。其实我也是帮你买了保险。真的？万一你有什么3长2短I try。不会哭。会。我不会改嫁。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帮你买了100万人寿保险，耶！
Are you sure you're alright？我发现你最近眼睛抽筋，要不要去看一下？还有嘴巴在抖，有 stroke，你去看一下医生好不好？来，不要说了，有没有发烧？No， 闭嘴，有没有发烧？来看一下，走开。没有觉得就是有没有所谓的最重要的保险是什么？有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哇 ！Everybody unanimous 医疗 medical health insurance。对，因为新加坡不然有一个不好的俗语是你可以病死啦，但是你不可以没有钱还那个医疗费。之前我觉得因为买保险有一个错觉就是。我以前常常也是，我周围很多朋友都是卖保险，我看到他们我就跑，所以我其实还没有听到他们在卖什么，还有我没有听到那些优点，我就跑了。所以我想问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投保的细节？你们有听吗？因为我现在有朋友开始 approach 我买一些像额外的保险，他们就开始推一些像我不需要 currently 我不需要的，可是就 good to buy 的那种，那种我就会看经济条件。因为如果经济条件真的是可以去支付的话 ，Why not？ 可是如果真的不用的话，我觉得就把钱先留着，然后就看几时有 sale。OK， 那这样我好奇，什么是不需要的 ？For me, it's traveling not compulsory 啊。For me，我出国的时候我才会买。Emily 呢 ？Emily 你觉得怎样？一开始我也是完全没有保险的概念啊。我第一份保的时候是那个人寿保险，但那个是，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很怕，不知道为什么怕卖保险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你就是要有机会接触到你比较放心、很像熟悉的人啊，因为他就比较会知道你的可能生活习惯啊，所以他跟你讲保险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比较 relatable， 你知道，他不是说乱推销你不需要的东西。当然，就除了人寿了之后，就会有那些医疗跟意外的啦。我的那个储蓄的是近几年我才接触到的。我可能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做投资的之前呢，我是买那个 wealth management 的，是通过一个学校的师姐啦，期间会有挂心，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把我的钱乱放。你真的要跟你的保险经纪要有点沟通啦，就是说，可以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就每半年一次小约一下，喝点下午茶，然后了解这样的经济状况啊，像知道市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买保险的一个错误，说通常人家是先从 hospitalization 还有 accident plan 开始买，对吗？可是我第一次碰到一个保险经纪，是我那时候我在一个地铁站被拉过去，那种 roadshow 来被卖保险，所以他们那时候第一个卖我的是savings plan，因为我那时候的概念投保险就是，我是想以后要有一笔钱，可是当时那个不是我最需要的东西，我最需要的东西其实是accident 跟 hospitalization plan。我是觉得as 一个年轻人，我们应该先开始保我们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先 ，after that 才考虑可能 savings plan，别的会可能来那些 investment plan 开始呀。老公吃饭了，来孩子吃，我今天都是煮我喜欢吃的菜，很好吃的，来吃。我不吃了啦，我今天胃不舒服，没有胃口。我有药，老公吃药。这个药肯定是过期的，他是想毒死我，所藏保险金。其实老婆啊，你知道吗？这个保险呢也不一定是包赚的啊，有其他的投资呢，这个回报率更高更稳，很快就可以赚到钱的。重点是不需要牺牲性命嘛。是啊。而且你知道我每年不是去做身体检查吗？都是100分的吗？Sure pass, sure clear 那恐怕30年、50年你都不一定可以从保单那边得到任何的赔偿。对呀，他的身体壮得像牛一样，保险金很难等得到。老婆啊，
你该不会是真的这么狠吧？这怎么可能呢？哎呀，我们这么相爱，你真的以为我要谋杀亲夫吗？我怎么舍得？是，老婆，你是真的爱我的哈？当然，你是不会害我的哈？当然不会。哎，可是话说回来啊，有什么方法可以一夜之间赚大钱？当然没有啊，除非你是去骗、去偷、去抢，对不对？好了，你就不要去想这些有的没有的了，实际一点啊。其实，在新加坡投资，很安全的嘛。比如说，你看储蓄啊，利滚利啊，对不对？这些都是稳赚的呀。啊，可是那些利息都很低的，鼻屎般的利息才算了吧。哎呀，利息虽然是低了一点，但是你随时可以套现嘛。哪里像那些保险金啊，等到你死了之后才可以拿到钱。再说用也不是你用啊。那我们应该投资什么呢？哎，房地产啊，新加坡房地产 No.1啊，对不对 ？TOS 那边听说就是有一个示范单位，我们可以去看看。到时我们就做包租公包租婆。哎，哈哈。买房子需要一大笔首期的，我看还是等保险理赔金比较快。老公啊，吃。很好吃的，不用了，我喝水就好了啊。吃，食べてください。食べろ。食べて。食べます。OK。Bon appetit。据说保险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第一份的保单是在古老的巴比伦纪念碑上发现的。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有意识通过法律或书面承诺来规避风险。那么哪些保险可以为死太早、生重病、活太久这人生3大风险提供保障呢？第一种就是意外险以及人寿险，要保障的就是死太早的风险。由于意外导致死亡或伤残，家庭不仅丧失一笔收入，还有可能留下债务给家人。有了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帮助他们度过艰难的时期。第二种就是重疾险或者医疗险，要保障的是生重病的风险。不能否认，癌症已经越来越普遍，每个人总会认识或知道某位癌症病患，还有许多过去我们以为的老人病，许多都有了年轻化的趋势。因此，拥有一份重疾或医疗险，提供不幸降临的时候的医疗费用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注意的是，重疾险是越年轻的时候购买，价格就越便宜；年纪越大，患病率越高，到时才想购买，价值高是一回事，最怕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保了。第三种就是储蓄或退休类型的保险，很简单，解决的就是活太久的这个烦恼。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投资金融产品累积财富来养老，不一定非要拥有储蓄或退休险。但是意外和医疗险是大家千万不能忽视的。如果你还没投保，别再犹豫，好好的了解一下自己的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安排一份保障。老公，我告诉你，我少女时代买的那个保险现在已经mature了，我全部拿出来也好几万块啊！这样爽啊！真的是超级无敌爽啊！你每个月给多少钱？100多块而已。真的？哎，那这样子我也应该去买一个什么储蓄保险嘛？这样子，现在 premium 给少少，20年后，哎，可以赚多多哎。I don't think so。你现在49岁，20年后你69岁，已经是太 mature 太烂了。你的一只脚跟2只脚趾已经踩进棺材了。迎春花儿处处开呀，醒呀醒不来，醒不来，醒不来，哪里放棺材？迎春花儿开又开，嘿嘿，我丢车小人朋友，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倒数了，10、9、8、7。那我们就先来谈谈第一个目标吧，就是保障，如何去保护我们的收入跟保护我们的资产，让我们在遇到了死亡呢、疾病、住院或者是残废的状况下呢，不让自己跟家人受到无谓的负担。那当然，如果这个做完了之后呢，保障呢不会让你有能力致富的，所以你必须呢走向第二个目标，就是
储蓄。OK， 一个人的财富呢，不在于他赚多少，是在于他能够储蓄多少。所以呢，有些人呢需要这储蓄呢、保单呢，来让自己去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呢去致富。当然呢，它的回报呢应该是不会高的，应该是跟那种公积金的那种回报率呢不分上下，就是说肯定比银行定期来得高，可是呢它的回报不会非常高。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下一个目标。当然，做完这一项的时候呢，就是第3点，就是说，怎么去增值。当你有了一定的储蓄呢，你一定要达到比较高的那种回报呢，来打消那个通货膨胀。所以呢，如何策略化的去分配你的资产，用不同的财务工具呢，让你能够致富，以达到人生的那个财务自由。当你财务自由的时候呢，就要走向第4大目标，就是如何去保值。当然，我相信在那个期间呢，你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素质，你也有了一定的财富的时候呢，你不会去乱投资。我相信呢，你也可能会利用一些比较保守式的那种退休保单，让自己有不间断的一些被动收入。在不管经济如何的状况下呢，都可以稳稳的有一定的收入，不影响你的生活素质。当然，最后就是传承，如何用对工具、用对策略，顺利的把一生中累积的财富跟打造出来的企业传达给下一代，打破富不过3代这个僵局。那我也希望呢，跟大家分享这小段，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呢，能够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哎，老爸，你说我想要去买那个退休保险，你说好不好啊？退休保险啊？哦，听说利息很高的啊，可以买。可是我最近为我身体不同部位都买了保险，我怕钱不够用哎。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停止买那个保身体的险？好像你原地保那个什么声音的险，那个可以 stop。怎么可以呢？我的声音多 sexy 啊！不行。那你终止你保你的流浪汉腿的险，可以吗？什么流浪汉？那个是贝克汉姆，那个更加不行。那你 stop 你保你的牙齿的险，可以吗？你又不是觉得 Roberts？哎，不行。我看那就放弃我那个保腹肌的险吧。鸡什么鸡？毛腹鸡？幸福来，大地放光彩。哎，什么起不来的 ？It's okay. Just the two of us. It's okay. So 无可否认的，保险是一种消费，不是能够增值的投资。买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保障，但是我们不能拥有不曾索赔保险就是白买保险的想法。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控制这笔消费。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人生阶段，面对不同的环境和身份的转变，风险大小和保障的等级也在不断变化中。因此，了解保单的细节，时不时审查保单，进行适当的调整，才能更好地控制这笔消费。不了解详情，胡乱购买保险，就真的是加重不必要的负担了。另外，和消费有先后顺序一样，购买保险也有轻重缓急的分别。首先要考虑的是跟健康有关的保险，接下来是家庭类的保障，最后才是投资类的产品。保险保障的是财务方面的风险，因此一个家庭里的顶梁柱就是提供主要经济来源的人，是最需要保险的人。和小孩比起来，经济来源如果受到影响，一家人都会面临困难。因此，在有限的能力里，为大人投保是优先的选择。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忽略保险的重要性，也不要盲目胡乱投保。跟理财投资一样，只有了解了你要购买的产品，你才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为未知的风险安排最完善的保障。
Hello, I'm Sharon. I'm Darren, and you know what? We want to reward our Money Home viewers with some amazing bonuses and some exclusive behind-the-scenes videos. And Darren's bloopers. Plus, you stand a chance to win amazing prizes as well. So just click onto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or just scan the QR code to find out more. 老婆，我的投资翻倍了，一夜之间翻了10倍，我们发财了。你投资什么？我非常后悔，为什么我不早一点去开始投资？投资其实讲的就是时间跟复利。这世上没有零风险的工作，也没有零风险的投资。